道友就是海神化身。陵南城的海神大庙中，众香客围观处，李长寿的老神仙皮指道人刚从后院转出来，就被驾云而来的黄袍老道直接堵在门前。这老道的神情带着几分急迫，见到李长寿就急忙询问。李长寿也已经是见过了不少前辈高人，但是这么性急这般火急火燎的倒也不多见。李长寿笑道：哈哈，道友该如何称呼？玉虚宫黄龙是也，道友可是海神？黄龙？李长寿的道心禁不住轻轻一震，借指道人注视着眼前这位高高瘦瘦的老者，立刻与自己在三教源流大会上感受过的气息仔细的对照，瞬息间恢复心境，心底已经有了盘算。哦，竟然是黄龙前辈，失敬失敬。前辈，此地凡人众多，还请借一步说话。哎，快！黄龙真人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几乎是赶着李长寿匆匆去了后堂。而本地庙祝与两位熊寨神使已经带着庙中打杂之人，将众香客拦在了大殿前，并未让人靠近此地。后堂中，李长寿近距离打量着这位黄龙真人，心底也是颇为感慨。这位就是封神背榜专业户，龙族唯一一位圣人亲传，强行与圣人之下任何高手4、6开的祖龙血脉继承者。注：黄龙寺。此前李长寿还考虑过是否去找黄龙真人出手，关键时刻为龙族站台，这样呢能缓解龙族不小的压力。没想到还没等我主动去找黄龙，黄龙自己就送上门来了。李长寿也不拖沓，直奔主题。前辈行色慌张，可是出什么事了？随之他又补充了一句：晚辈便是南海海神，在此地做收聚香火之事，让前辈见笑了。黄龙真人低声道：香火功德是个好东西，这有啥见笑的？道友，实不相瞒，我是赵公明师弟让我过来的。李长寿禁不住嘴角抽搐几下，苦笑道：莫非这公明前辈又在别人面前躺下了？黄龙真人眼前一亮，忙道：道友真是神人也，竟能推算到这般地步。不错，他又躺下了。莫不是还吐血了？哎，对。哎呦！李长寿禁不住一手扶额，刚想吐槽赵大爷是不是碰瓷儿碰上瘾了，一天不碰浑身难受，黄龙真人已经快声解释：赵公明师弟是为我解围，不得已打伤了2名西方教的道友，然后就躺下了。哦，前辈的意思是赵前辈用这种方式在行侠仗义，助人为乐？不错。黄龙真人一脸严肃：此时贫道刚刚回过味儿来，那2个西方教之人摆明了是要用诡计炸我的宝物，贫道本就没几件宝物，他们用心何其歹毒。道友，公明师弟叮嘱让贫道过来求一则妙计，还请道友速速示下，我与公明师弟定感激不尽。这怎么感觉这位真人有一丢丢的老实？错觉吧，应该是错觉。只能说这位黄龙真人深藏不露，洪荒哪来的老实人？红云道人是洪荒远古时期一场美丽的意外吧。李长寿起身踱步，沉吟几声，竖起的银发轻轻晃动，他有些犹豫，本能的就想躲避这个因果，打发黄龙真人直接去三仙岛求援。但是呢，一来他奉圣人之命算计龙族上天之事，若与黄龙真人趁机交好，稍后略作安排，便能够发挥不小的作用。二来，若是因此平白误了赵公明，也并非是什么好事。
可是平白增加赵公明对自己的好感度也非善果呀。三来，罢了，是时候告诉西方教育赵公明，碰瓷儿之道到底该如何破解，这个套路的致命缺陷在何处了。借此让赵大爷今后彻底放弃此套路，自己也能完全斩断与此事的因果。思前想后，李长寿一跺脚一咬牙，难得一次做出了违背本心的选择。黄龙前辈，还请带我一同赶去，将此事详细的说与我听。这……黄龙真人一阵犹豫，也知若让李长寿一同前去，那等同于将李长寿牵扯进了这次的因果中。道友告知贫道如何行事便是了。此事错综复杂，极为麻烦，稍后我躲在前辈的袖中，不会现身，还请前辈为我遮掩一番，我暗中与公明前辈传声。善。黄龙真人顿时没了疑虑，点头答应下来。李长寿身形一晃，化作了一只厚厚的纸道人，径直钻入了黄龙真人的袖口。黄龙真人愣了一下，赞道：道友竟然修成了这般玄妙的化身，当真前所未闻啊！让前辈见笑了。李长寿笑着回了一句。黄龙真人并未多想，用仙力加护在了李长寿的纸道人身周，便匆匆闪身出了后堂，直接冲天而起，化作一道淡黄的红光，朝南海深处飞驰而去。这一路穿云过雾，眨眼万里。路上，黄龙真人将自己此前的遭遇快速地说给了这位海神化身。李长寿沉吟几声，心底暗自一叹，西方教恐怕是想算计黄龙真人，让黄龙真人离开龙族纷争，从而避免将阐教牵扯进入此地。果然，西方教已经是决议，在敖乙大婚之日重创龙族。文静道人所知的计划，应该只是西方教整体计划的一部分。此事还是要重新谋略一番才能安心。不管黄龙真人实际战力如何，是否会成为封神大劫中高手实力的计量单位，黄龙真人的修为确实算得上是高深莫测。说话间，他们已经是赶到了南海那一处隐蔽的大阵处。黄龙真人再次撞破大阵，冲入其中。李长寿瞧了一眼此地的情形，也是差点笑出声来。三位圣人弟子倒在海面上，一个在吐血，两个在瞪眼，画面说不出的诡异，又透着一股莫名的和谐。这赵大爷以一敌二，犹自能碰在上风，此刻看起来比两个人惨了不知多少。我长庚道人愿称你为洪荒玩瓷王。干正事。李长寿给赵公明提供的碰瓷儿套路当中，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缺陷，而且这缺陷还不止一个。之所以赵公明与琼霄能够屡屡得手，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两个足够强。要是换做旁人早就成灰了。这一次西方教两位高手以为凭碰瓷儿之法吃定了黄龙真人，也是两个人合力能够压制黄龙真人。赵公明登场之后，其实不必做什么，只需要为黄龙真人作证，对方自然会灰溜溜的退走。但是赵公明见不得道门自家人吃亏，一怒之下就将对方两个人给打伤了，才让局面变得有些难以收拾。对方此时是义愤填膺，必然不愿意就此善罢甘休，又损了道行，成了真正的苦主，无形之中增加了一些难度。偏偏圣人弟子还打杀不得，用强肯定是不行的。路上时，李长寿的心底划过了几个套路，都是反碰瓷儿的路数。到了此地，他已经选好了最稳妥的计策，立刻对黄龙真人与赵公明暗中传声。此计名为偷梁换柱釜底抽薪偷换概念大罗啪啪天道明明誓言轰炸法，如此如此，这般嘀嘀咕咕。李长寿见黄龙真人有些犹豫，又传声道：若此事当真不能处理好，
怕是前辈与公明前辈都有些麻烦，西方可非一语之辈啊，前辈。黄龙真人重重的点头，这才是下定决心算计西方教二人，对李长寿传声道一句：我不能坑公明师弟。言罢，黄龙真人按李长寿所说，面露愤慨，主动向前将赵公明搀扶了起来。赵公明此刻还有些纳闷，因为刚刚听到海神老弟的传声，让他不要开口静观其变，此事暂时交给黄龙真人解决。赵公明也就淡定地站了起来，先看看黄龙老哥如何表演。哎，黄龙真人踏步而行，走到那两名西方教高手面前，仰头一叹，开口道：贫道何时得罪了两位道友？那两人顿时连连眨眼，却是完全动弹不得。黄龙真人又道：公明师弟，还请收回宝珠。赵公明顿时有些不放心，但是李长寿又叮嘱传一句，他点点头，将定海神珠收了回来。那两个西方教的高手顿时跳了起来，各自对着赵公明怒目而视。赵公明，你坏我道行，今日之事定要与你说个明白，去必有功。不必如此费事。黄龙真人叹道：还请两位与公明师兄一同随我返回玉虚宫中，我去求见老师，让老师处置此事吧。那两个人顿时一愣，这怎么不按套路走啊？我们现在不是比较惨的一方吗？黄龙真人做了一片白云，叹道：各位请吧，贫道便是在老师玉像前长跪不起，今天也要请老师出来为此事做个决断。在此贫道立下大道誓言，公明师弟伤你们之事，贫道一人承担。便是老师打杀了贫道，贫道也毫无怨言。轰隆一声闷雷响，却是天道随声感应。那两名西方教的高手顿时眉头紧皱，已经发现他们丧失了主动权。这个黄龙不是说忠心老实没心眼吗？怎么跟之前变了一个人似的？而李长寿躲在黄龙真人的袖口，已经是禁不住露出了少许微笑。克制碰瓷儿的最好办法，那当然就是找警察，找圣人了。碰瓷儿套路利用的就是对方打也打不过，说出去怕丢人，更不想将事情闹到路人皆知的微妙心理。想要破解这个套路，就是要让碰瓷儿者相信，被碰瓷儿者有宁肯自爆也不愿意受委屈的暴脾气。今日本就是这两个西方教高手在算计，真到了圣人面前，又如何能够瞒得过圣人呢？到时候只要稍微的带一些节奏，将此事定性为这两位西方教高手来碰瓷儿使诈，却学艺不精，还被受害者的亲友打伤，落的必是西方教圣人的面皮。而西方的两位圣人理亏，自然也只能关起门来教训自家门人了。这两名衣衫褴褛的老道对视一眼，各自眼底都有些忌惮，自然也是想到了这些。黄龙真人按照李长寿的叮嘱，又道了一句：两位还请一同前去吧。要不西方灵山、海外碧游宫，甚至天庭兜率宫都可。这般若两位还觉得麻烦，不如咱们三个各自立下一道大道誓言，贫道先来。黄龙真人清了清嗓子，对着天空遥遥一拜，喊道：弟子黄龙拜请天道老爷，今日若是弟子有意伤到，或是此前有意算计这两位道友，愿领自效神雷责罚。当下天地间一片安宁，关键词此前。黄龙真人扭头看去，叹道：道友，该你们了。我们何时答应过你要立这般誓言呢？黄龙道友，我们只是罢了，我们还有要事在身，今日之事不提也罢。
告辞。这2名西方教的高手顿时败退。且慢！赵公明不等李长寿传声，已经是明白了该如何配合黄龙真人表演，立刻站了出来。两位，今日不立这誓言就要走，莫非心里有鬼？对方2个人面色一变，立刻就要施展遁法，但不知何时，此地的乾坤已经是被完全封禁，24颗定海神珠在各处现身，迅速镇压而来。一旁的黄龙真人看得有些愣神，但是李长寿再次传声入耳：前辈，咱们看着就是，接下来让公明前辈处置就可。黄龙真人不动声色地点点头，在旁边静静地观察，也算是开了眼界了。半个时辰后，那2名西方教高手颓然一叹，各自开始立下一道新模板的大道誓言，发誓保密，并许诺今后500年不外出走动。今日南海之上的天道之力，比平日里浓郁了何止是数倍呀！2位西方教高手离开时，脸色如同茄干一般。若非还在乎大教高手的风范，且怕被赵公明再揍一顿，说不定已经是口吐芬芳骂骂咧咧的了，换谁也忍不住心中生愤呢。但是他们也只能吃亏低头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回山闭关500年，不会在洪荒之中继续逛荡。这2个人走远，赵公明拂须凝神，回味着此前种种。稍顷，赵公明突然仰头大笑，笑声传遍了千里之地。一旁的黄龙真人虽然不明所以，但也跟着笑了几声。一时之间，海面上满是老男人的欢快笑声。李长寿的指导人依然不现身，继续躲藏在黄龙真人的衣袖中。对方还很有可能会杀一个回马枪，能不暴露他也参与了此事，自然是再好不过。最初黄龙真人找上门时，李长寿并非没有考虑过，这有可能会是一场针对他的算计。但是权衡再三，李长寿总归不能放任此事不管，以免给自己惹出更大的麻烦。